我叫楚风，是这颗星球上的最后一位元婴修士。2000年前，域外天魔入侵蓝星。我凭一己之力击退来犯，保护了全人类。200年前，蓝星的科学家们发现了域外天魔的存在，并计算出他们将在200年后重新降临地球。与此同时，人们也发现了我的存在。从那以后，我成了全人类唯一信奉的神明。楚风，我代表联邦政府向你宣布，从今天开始，人类不再需要你了。你说什么？你想干什么？不许动！不许动！就在上周，人类太空联合舰队正式成立，目前已经拥有2000艘恒星级战舰，不管是域外天魔还是外星人，人类都不用害怕了。太空联合舰队，哼，真是可笑！你们以为凭借科技力量就可以驱逐域外天魔？恒星级战舰采用核聚变推进，同时还装备了次声波氢弹、高能粒子束，不管域外天魔多么强大，都不会是我们的对手。一群天真的家伙，域外天魔远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简单。行了，楚风，你还想扩大恐慌，让全人类相信你的鬼话，好继续霸占盘古山？霸占？盘古山属于公共资源，任何人不得私自占用。楚风，限你24小时内拆除道观，即刻下山。拆除道观，让我下山？神明大人万岁！感谢神明大人拯救了全世界，我们永远不会背叛神明大人。当年你们可不是这副面孔啊！楚风，念在你曾经拯救过世界的功劳上，只要你离开盘古山，我们依然还认你这个英雄，否则等待你的只有死路一条。死路一条？怎么，你们还想杀了我？不到万不得已，我们是不会出手的。毕竟你曾经也是功臣嘛。就凭你们也想杀我？楚风，我劝你最好不要负隅顽抗。我们既然有把握对付域外天魔，收拾你易如反掌。是吗？我倒是想看看你们是怎么收拾我的。这我再也听不下去了，楚风，你根本就是个不知好歹的小人！刚才还说我是英雄和功臣，怎么这会儿又变成小人了？毫无疑问，太空联合舰队可以轻松击败域外天魔，所以你大可不必白白送死。我们这么做，难道不是为了你好吗？轻松击败域外天魔，到底是谁给你的勇气？我明白，身为一名修仙者，你不能正确认识到人类科技发展的强大，这一点我们不怪你。可你不该为了逞强拒绝我们的一片好意。所以你们的好意就是让我拆了自己的道观，然后赶我下山。楚风，你不要误会，刚才我已经解释过了，
盘古山属于国家资源，个人无权占用。不过你毕竟是有功之臣，只要离开这里，我们会补偿你一大笔钱。钱对元婴修士的意义，还不如自行撤退于重要。楚风，不得不说，我对你刚才说的话非常寒心。难道这就是你身为修仙者的傲慢吗？以为凭借几艘太空战舰就可以击败航行宇宙亿万年的域外天魔？我们之间到底是谁更傲慢？楚风，你就是一只井底之蛙，你对人类科技的实力一无所知。现在我就要当着全球80亿观众的面，拆穿你伪善自私的真面目。我怎么感觉人家楚风才是占理的那一方呢？楚风毕竟是拯救过蓝星的大英雄，官方对他这么强势，会不会有些太过分了？唉，时代变喽。小时候学校还号召我们向大英雄楚风学习呢，官方这么做也太不厚道了。有一说一，我要是楚风，早就不吃牛肉了。楚风能坚守2000年，简直就是圣人。对啊，吃水不忘挖井人。如果当年不是楚风出手相救，说不定全世界早就毁灭了。虽然太空联合舰队是无敌的，但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抹杀楚风的功劳。既然你们要讲理，那我就奉陪到底。我倒要看看你们怎么拆穿我的真面目。楚风，念在你往日的功劳上，我们本想给你保留最后一丝体面，但现在为了全人类，我们不得不公布一件真相。真相？你们该不会想说盘古山内部蕴藏的盘古血矿吧？原来你还是有自知之明的，难道是眼看事情败露，所以抢先说出来，以此洗清自己的嫌疑？洗清嫌疑？先别急着给我扣帽子，待会儿谁是小丑还说不定呢。接下来就让我来揭开一个尘封1000年的秘密。楚风，你可知道这是什么东西？当然知道，这是盘古血矿石。那么现在请你告诉我，盘古血矿石最主要的作用是什么？盘古血矿石来自盘古山的地下灵脉，相传乃是盘古开天辟地时留下的一滴精血所化。矿石内部蕴含的精气可以助人延年益寿，甚至是长生不老。矿石内部蕴含的精气可以助人延年益寿，甚至是长生不老。什么？这东西居然可以让人长生不老？难怪楚风不愿意下山，原来是想独占盘古血矿石。这么说来，老头子我也可以长生不老了。谁要是阻止我长生不老，我就跟谁拼命！把楚风赶下山！盘古血矿属于全人类！什么狗屁英雄，原来不过是个自私伪善的小人。楚风，事已至此，你还有什么话想说？你霸占盘古山足足2000年，为的就是让自己一个人独享长生。你根本就不是什么救世英雄，而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伪君子。独享长生，果然是一群天真自大的蠢货。你们真的以为长生之道是这么容易就能得到的？楚风，不要再狡辩了！你霸占盘古山2000年，是板上钉钉的事实。盘古血矿应该用来造福全人类，而不是为了满足你的个人私欲。楚风，我们原本不想走到这一步，如今的局面完全是你自作自受。我仅代表联邦政府，剥夺过去200年以来人类授予你的所有荣誉。既然如此，那我还给你们。我从来就没有想过要从你们手里得到什么狗屁荣誉，这些东西都是你们强加给我的。奉我为神明的是你们，如今把我推下神坛的还是你们。
这个楚风简直太嚣张了，明明贪得无厌，还装作一副可怜的样子。亏我刚才还替他说话，真是瞎了眼。王八蛋，谁敢挡老头子我的长生之路，我跟他拼了！果然是一群天真自大的蠢修士，真不要脸啊！你们真的以为长生之道真面目是这么容易就能得到的？狗急跳墙了！真相大白，楚风，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所谓的保护蓝星，不过是你独吞盘古山血矿石的幌子罢了。笑话！我要是想独吞，早在2000年前就动手了，何必等到现在？那是为了掩盖你的狼子野心。你既然可以击败域外天魔，为什么不一鼓作气，彻底消灭他们？还不是为了养寇自重，好名正言顺地霸占盘古山吗？说的太对了，楚风，你不是元婴修士吗？消灭域外天魔对你来说很难吗？你根本就是故意的，这种小把戏瞒不过我们。看来你们已经蠢到无可救药了。楚风，不管你是英雄也好，小人也罢，无论如何，你都要给我们一个说法。你想要什么说法？说来听听。我们的科学家经过研究发现，从盘古血矿石中提取的神秘物质的确能大幅提升人类寿命，当数量达到一定程度时，甚至能实现长生。请你解释一下，2000年以来，为什么你一个人独占盘古山，而不是让他们流入民间，造福全人类？我已经解释过了，长生之道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简单。想利用盘古血矿石实现长生的人，最后只会白白丧命。仅凭一面之词就想让我们相信你？楚风，天真的人明明是你。楚风，凡事都要讲证据。我们从实验室得到的数据，都是经过反复验证的事实。在你没有拿出足够有力的证据前，我们只能认为你在撒谎。看来为了夺取盘古血矿石，你们连最基本的道理都不讲了。也不知你们是真傻，还是装傻。楚风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。我不过是想提醒你们，别以为经过200年的科技发展，有了几艘太空战舰，就可以把1000年前的古人当成傻子。他们没有你们想的那么笨。楚风，有什么话直说就是，别绕来绕去，混淆视听。很简单，既然盘古血矿石可以让人长生不老，为什么古往今来的帝王将相最后都死了？秦皇汉武、唐宗宋祖这些雄才大略的君王，难道他们不想永远活下去吗？公元前221年，秦始皇统一天下，为了追求长生之术，他派方士徐福携300童男童女远赴海外仙岛，求取不老药。汉武帝刘彻大肆任用方士开炉炼丹。唐太宗李世民年轻时讥笑秦皇汉武迷信长生，晚年却沉迷方士炼制的金石散，最后活了不过50岁。如果盘古血矿能让人长生不老的话，为什么这些帝王最后都死了？很简单，封建社会处于冷兵器时代，对于你这种修仙者来说，人间帝王根本不敢向你索要盘古血矿石。我纵然敌得过千军万马，可我敌得过天下人吗？更何况是2000年。楚风，别想强词夺理了，你就是欺负古代科技水平落后，所以仗着修仙者的身份为所欲为。可惜在强大的现代科技面前，就算你是元婴修士也不堪一击。闭嘴！这里就属你认知最低，发言最蠢。你这种人能成为记者，足以说明现代社会的道德水平令人堪忧。你这是人身攻击！你这种人能成为记者，足以说明现代社会的道德水平令人堪忧。哎，我怎么突然觉得楚风说的也挺有道理啊？既然这东西能长生不老，那些皇帝肯定会想方设法来抢啊！我现在脑子都快晕了，到底该相信谁啊？感觉两边人说的都没错。年轻人终究是年轻人，3言2语就被别人蛊惑，
这个楚风既然是修仙者，那他肯定使了什么瞒天过海的法术。再说了，科学家在实验室里亲自测试出来的结果还能有假？你们到底是相信科学，还是相信一个妖言惑众的骗子？打倒一切牛鬼蛇神！科学真理万岁！相信科学的扣一。对不起，这波我沾楚风，毕竟人家活了2000年，就算是一头猪活了2000年，说的话肯定也有含金量。都吵什么吵？就算盘古血矿石不能让人长生不老，可楚风本人却活了2000年，这总是事实吧？凭什么他可以活2000年，我们不可以？楚风，所以请你解释一下，为什么古代的帝王们没有利用盘古血矿实现长生不老？刚才我已经解释过了，想用盘古血矿石长生不老的人，最后全都死了。为什么这么说？想要沟通盘古血矿里的生命精气，为自身延寿，至少需要筑基境界以上的修士燃烧本命精血，才能勉强做到。即便如此，稍有不慎也会遭到反噬，生死道消。筑基修士尚且如此，更别说肉身凡胎的普通人了。如此说来，岂不是坐实了你这个元婴修士为了延长寿命霸占盘古山的野心？你以为世上有这么好的事儿？哪怕是元婴修士，想要炼化盘古血矿，也要付出代价。好一个大公无私、刚正不阿的得道高人！楚风，骗一骗别人也就算了，别把自己也骗进去了。你们这些修仙者，为了追求长生，什么事情干不出来？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，你以为所有修行之人都这么龌龊？我是小人。接下来就让全球80亿人看看，我们两人之间到底谁才是小人。这位是龟田一郎先生，同时也是最早接触盘古血矿石的人。请问龟田先生今年高寿？老朽今年刚满360岁。这么说来，盘古血矿石真的可以让人长寿？我操，居然有人能活300年！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家人们破案了，楚风在撒谎，他这么做完全是为了掩盖长生的秘密。楚风，你是不是还想质疑龟田先生的年纪？不，这家伙的确活了300岁。楚风，你终于肯承认了吗？我还以为你又要狡辩了呢。哼，楚风，你刚才还说凡人无法利用盘古血矿石长生，可龟田先生却做到了。对此，你又该如何解释？楚风，你果然在撒谎。楚风，域外天魔即将降临地球，人类不可能将命运交给一个谎话连篇的人手上。你这家伙能活300岁，手上恐怕不知道沾了多少条人命。楚风，我不许你这么污蔑龟田先生。龟田先生是享誉全球的慈善家，就连太空联合舰队都接受了他的资助。原来如此，那一切都说得通。楚先生似乎对老朽有什么误解呀？老东西，你干了什么丧心病狂的事？难道以为我不知道吗？像楚先生这样的得道高人，也能凭空污人清白吗？污蔑？就凭你也配？报告，快放我下来！楚风，快把龟田先生放了，否则后果你承担不起。楚风已经动手了，陈先生，你们还在等什么？快调集太空联合舰队，彻底消灭楚风，救下龟田先生！难怪能从我的眼皮底下盗走盘古血矿，原来你这个老东西当了人类的叛徒。姓楚的，你凭什么冤枉老朽？难道元婴修士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吗？楚风，龟田先生若是生了一根汗毛，你就是全人类的公敌。一群愚蠢的家伙，睁开你们的眼睛，好好看看，这就是你们的大慈善家。刚刚那道影子
是什么东西？看上去好像是一头怪物。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？不过是一头中阶天魔罢了。那就是域外天魔！我操，原来真的有域外天魔！域外天魔不是还没来吗？龟田先生可是全世界有名的慈善家，他怎么会和城外天魔有瓜葛？我原本以为2000年前的那场大战后，域外天魔全部被我驱逐到星空深处，没想到他们居然在蓝星留下了一头余孽。既然如此，他为什么会出现在龟田先生的身体里？因为这个家伙和域外天魔做了交易，所以才能窃取盘古血空中的力量，延长寿命。什么？楚风，你死到临头了，还想拖龟田先生下水，好一出栽赃陷害、狗急跳墙的戏码！说得对，楚风害怕龟田先生将长生的秘密泄露，所以想杀人灭口。真是一群蠢到无可救药的家伙。龟田先生，是我害了你啊！早知如此，我就不该把你带来盘古山。楚风，你这个魔头，你是要向全人类开战吗？龟田先生是一个高尚的人，他死的伟大，死的光荣，他是为全人类伸张正义而死。既然你这么敬佩他，为什么不和他一起去死？楚风，这个丧心病狂的禽兽，你会付出代价的。老陈，你还在等什么？赶紧下令调集恒星级战舰，彻底消灭楚风！楚风，你擅自杀害一名德高望重的慈善家，如果不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，那么我将把这视为开战的信号。就凭你们也配？这家伙太嚣张了！老陈，你还在等什么？这个老东西借用域外天魔的力量，用献祭活人的方式，从盘古血矿石中盗取了长生的力量。每献祭1000个活人，才能获得1年的寿命。照你这么说，在过去的200年里，龟田先生直接或间接害死了20万人的性命。这样一个血淋淋的刽子手，在你们嘴里却成了一个伟大的人、高尚的人、光荣的人，真是可笑至极。楚风，你简直一派胡言！龟田先生对全世界的贡献有目共睹，他怎么可能是一个杀人犯？正是因为他杀了无数人，所以才想用慈善的方式洗刷自己的罪行。哦，对了，以我对域外天魔的了解，他们恐怕不止培养了一个傀儡。老陈，再不下令歼灭楚风，恐怕还会有更多和龟田先生一样的无辜者死去。楚风，即便龟田先生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，他也应该交给法庭审判，而不是你。看来我们的选择是对的，人类不该将命运交给一个目无法纪的人手里。楚风，我代表人类联邦政府最高意志，正式向你宣布，你被逮捕了。如果你坚持顽抗，太空联合舰队将会出动摧枯拉朽的力量，彻底消灭你。是吗？我倒要看看你们能奈我何！我代表联邦政府向太空联合舰队发出请求，调集4艘2艘恒星级战舰，对目标人物楚风进行毁灭式打击。自然选择号准备就绪，降落地点盘古山。SSSG 警告！不好，域外天魔来了！域外天魔居然提前来了！那是什么？这是……域外天魔，就这，随便来上几发核弹就能轻松解决吧？什么嘛，不就是一群普普通通的怪物吗？害得大家提心吊胆了200年，真是搞不懂。太空联合舰队有足足2000艘恒星级战舰，对付这群域外天魔，和大炮打蚊子有什么区别？这头独眼巨人的战斗力，估计是域外天魔里最能打的吧？
就这种垃圾货色，楚风都对付不了，到底是元婴修士的含金量太低了，还是太空舰队的实力太强？域外天魔比预想中的时间来得更早，看来他们比2000年前更强大了。哦，没想到域外天魔竟然在这个时候来了。也好，就让他们见识一下人类的科技实力究竟有多么恐怖啊！楚风，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了，你担惊受怕了2000年的域外天魔，在太空联合舰队面前连渣子都不会剩下。楚风，你怕了吗？2艘航星级战舰即将降落盘古山，到时候你的下场将会和那群域外天魔一模一样。这么说来，还能有2艘战舰幸免于难，不错不错，也算是给人类文明保留了最后一丝火种。舰长，作战指挥部传来指挥，1分钟前，域外天魔出现在海王星轨道附近。等了200年，那群域外天魔终于来了吗？战队全体已进入战斗姿态，我们是否回援？不用了，总部既然没有发出危险信号，说明域外天魔这个层次的生命体不足为虑，估计1个小队就可以全歼他们。舰长说的太对了，我们足足发展了200年的科技，域外天魔充其量就是一群妖怪罢了，轻而易举就能消灭他们。我们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尽快赶到目的地，逮捕罪犯楚风。舰长，楚风毕竟是元婴修士，战舰真的可以抓住他们。元婴修士又如何？不过是个2000年前的老古董罢了。他就算再强，难道还能上天不成？恒星级战舰的打击范围可是整个太阳系。楚风，我劝你不要轻举妄动。最新消息显示，联合舰队将在5分钟内解决域外天魔。另外，2艘战舰已穿越大气层，封锁了整个地面高空，你逃不掉的。放心，我不会离开这里的。我要亲眼看到你们是如何为自大傲慢付出代价的。哼，死到临头了还在嘴硬。楚风，我看你是害怕的连逃跑的勇气都没了吧？长官，前线传回的报告显示，这一头域外天魔体长约17米，体重却不到1吨，和蓝星上的已知生物形态完全不同。不过可以确定的是，它仍然具备碳基生命的基本特征。既然是碳基生命，那就没什么了不起的。传我命令，使用高能粒子束，将这头域外天魔彻底消灭。是。看来流传2000年的传说，终究是无稽之谈。从始至终，保护人类的只有人类自己。至于什么修仙者，根本就是沽名钓誉的存在。哈哈，宰了这个家伙！我要把他的头骨带回家收藏。嘿，大卫，你高兴得太早了。那可是高能粒子束，没有什么生物能在这种范围的粒子打击下留下遗骸，哪怕是一根头发。这家伙只是开胃菜，更厉害的还在后面呢。怎么可能？这家伙居然消失了！ Holy shit！ 究竟发生什么了？这家伙居然躲开了粒子束的攻击 ！Shit！ 我们遭到袭击了！警告！004号战舰遭遇严重打击！004号战舰遭遇严重打击！每一艘恒星级战舰都是用纳米级的聚变约束材料打造，可以耐受1000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，居然这么轻松就被对方毁了。不好，这域外天魔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加恐怖。
传我命令，启动紧急预备方案。我去，小瞧这头域外天魔了，居然一招就干掉了一艘战舰，牛逼呀！不会吧？恒星级战舰可是人类目前最高的科技战力啊！就这么被域外天魔消灭了，完蛋了，世界末日真的要来了！小姑娘，这你就不懂了吧？刚才那独眼怪物能一招秒杀一艘战舰，必定是域外天魔中最强的存在。而且那一招很有可能耗尽了他所有的体力，接下来便是束手就擒之时。老人家说的对，这只天魔就算再强，也未必能一口气干掉我们2000艘战舰。有没有一种可能，只有这么一头域外天魔？喂，通知联合舰队下手轻点啊，记得留活口。域外天魔果然是强大的地外生命，赶快通知联合舰队，捕捉一头活体进行研究。伟大的魔神大人，您虔诚的子民恭候200年，终于等到您的降临。2000年过去了，这群家伙果然强大了不少。在2艘战舰尚未抵达盘古山之前，楚风，我可以代表联邦政府给你一个机会，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。这个时候想让我们出手？楚风，你不要误会，我对太空联合舰队的实力充满自信，只不过因为你在2000年前和域外天魔交过手，可以给前线部队提供一些经验。我看还是算了吧，既然你们这么强，完全用不着我帮忙，我还是老老实实等着你们的战舰来逮捕。楚风，你别给脸不要脸！楚风在2000年前就能击退域外天魔，这么说来，他也可以一拳打爆太空战舰。废话，人家可是正儿八经的元英雄士。他可真能装啊！明明给了他改过自新的机会，他非要装逼。这么说来，其实楚风也是有功的，他为什么不愿意戴罪立功呢？哼，装什么清高自大？他要是真的伟大无私，为什么不把修仙功法推广全世界？偏偏独自一人苟活了2000年。老人家说的对，逮捕楚风以后，必须让他交出修仙功法，造福全人类。我也可以修仙，我也可以爱国。紧急预备方案启动，所有战斗训练人员随时准备撤退。一群蝼蚁还想逃跑？救命啊！我还不想死啊！谁来救救我？妈妈，我要回家！人类这一次真是全面惨败啊！长官，人类这一次真的要灭亡了吗？不，我们还有最后一个希望。人类从历史中得到的唯一教训就是，人类无法从历史中得到任何教训。弱小和无知从来都不是生存的障碍，傲慢才是。一只域外天魔全歼了整个舰队！救命！完蛋了！不行，快跑啊！魔教里，末世来了！末世来了，快跑啊！跑去哪里？跑在哪里？整个蓝星都要灭亡了！联合舰队覆灭，人类文明岌岌可危，自然选择号恐怕是最后的火种了。传我命令，战舰调转方向，目标逃离太阳系。调转战舰方向和自然选择号的方向相反。我们的目标是逃离太阳系，保留人类文明的火种。混蛋！这2艘战舰怎么跑了？不逮捕楚风，难道任由他逍遥法外吗？还想着抓我呢？域外天魔收你们来了！楚风，你闭嘴！
早知道你没安好心，没想到大战关头你还在泼冷水。诸位，就在刚才，我收到消息，人类太空联合舰队全军覆没。老臣，你在说什么胡话？太空联合舰队的实力足以摧毁整个太阳系，怎么可能全军覆没？不信的话，你们自己上网看吧。啊？为什么？快跑啊！为什么会这样？世界末日要来了吗？我们还有最后的希望。人类联邦政府正在呼叫万有引力号，收到请答复。收到请答复。万有引力号已收到答复，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和蓝星全体人类同胞对话。人类世界濒临灭亡，为了延续文明的火种，万有引力号全体成员已经通过表决，我们将代表幸存的人类驶向遥远的星系，寻找新的家园。传我命令，切断所有来自蓝星的信号，以防域外天魔追踪到我们。混蛋！万有引力号居然临阵叛逃，简直是一群懦夫！好了，事到如今再说这些已经没有任何意义。当务之急，应该赶紧让自然选择号返航。返航？开什么玩笑！那群该死的家伙恐怕早就飞出了太阳系。很简单，把他们骗回来就是。骗？你想怎么把那群家伙骗回来？难道你们忘了还有一个活了2000年的家伙吗？王老，你的意思是告诉自然选择号，楚风已经击退域外天魔，重新恢复了世界秩序，就像2000年前一样，是吗？不错，我正有此意。为了让自然选择号心甘情愿的返航，我们甚至可以宣布赦免他们的叛逃罪行。哈哈哈！这样一来，那群蠢货一定会迫不及待的返航。自然选择号返航以后，最多只能承载2000人逃离蓝星。到时候，我们又该如何分配这2000个名额呢？当然是让我们这些贵族和财阀上船。我们可是全世界最强的精英，只有我们才有资格代表人类保存文明的火种。诸位，与其像丧家之犬一样逃离蓝星，不如和我龟田家族合作，一同侍奉魔神大人，如何？楚风，事到如今，只有你才能拯救全世界了。你们战无不胜的太空舰队去哪儿了？眼下可是全人类生死存亡的关头，楚风，你居然还在说风凉话！人类的生死与我何干？不是你们亲口说的吗？人类已经不再需要我的保护了。就算我们做的不对，可是你身为修仙者，难道不该展示自己大度的一面吗？还想道德绑架我？好了，楚风，我承认我们有错在先。说吧，你想要什么样的条件才愿意出手拯救世界？抱歉，我现在没空陪你们谈条件。我的一位故人来了。天魔，域外天魔来了！快，所有人躲进道观里。楚风在这里守护了2000年，肯定不会坐视天魔胡作非为。楚风，没想到过去了2000年，你居然还没死。等等，既然你没死，为什么不在星空与我一战？反倒让那群愚蠢的人类充当炮灰？就凭你，也配当年一战？本座斩你父亲项上人头，如探囊取物。你一个小小中阶天魔，也敢在本座面前叫嚣？至于那群人类为什么要去送死，我只能说，一切都是咎由自取。楚风，
我没听错吧？你可是这颗星球的守护神，怎么会眼睁睁看着那群弱小的人类送死？守护神吗？2000年前的确是，可现在人类已经放弃了神的庇护。我好像明白了。楚风，我可不可以理解为，就算我杀光了这个星球的人类，你也不会感受啊，是吧？随你便，不过千万别让血脏了我的道观，否则死。放心吧，我知道你有洁癖。我还没尝过人类的滋味呢。楚风，求求你救救我！我不该对你出言不逊，我有错，请你饶了我吧！你不是知道错，而是知道自己要死了。楚风，你混蛋！可是圣贤者怎么能见死不救？呸！体内如此污秽不堪，叫我如何下得去口？天魔大人说的对，千万别吃小女子，小女子一身妇科病，吃了只会让您拉肚子。是吗？人类可真是暴躁啊！谁能跟我说说你们是怎么得罪楚风的？你来说说看。我们根本没得罪他，是他自命清高，自私伪善。楚风，我没听错吧？堂堂一代元婴真君，居然成了这群蝼蚁口中的小小之辈。他明知太空联合舰队不敌天魔，非但没有出手阻止，反而坐视舰队覆灭，如此小人，便是元婴修士又如何？既然如此，我倒要看看你们这群满嘴仁义道德的家伙究竟有多高尚。不如我们来玩个游戏吧。从现在开始，只要你们至少杀死身边的一名同伴，我就可以饶他一命。如果在场没有人被杀，我可以保证你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活着离开这里。游戏开始。天魔，看来你要输了。是吗？我怎么觉得游戏才刚刚开始呢？楚风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废话，这是我的地盘，难道我不该在这里？坏了！楚风没死，咱们谋划了2000年的大计要落空了。没有长老出手，咱们根本打不过楚风啊！完了，我死在这里了！都给我闭嘴！楚风如果想动手，你们还能活着出现在这里吗？楚风，你为什么不打我们？是不是看不起我们？楚风，难道因为我们几个是终结天魔，你不屑于出手？楚风，我承认你很强，如果我们一拥而上的话，你未必能全杀光吧？楚风，你过来呀！2000年过去了，没想到你们还是一群白痴。楚风，你应该不会干涉我们的游戏吧？随便，不过别超过10分钟，我到点该洗洗睡了。诸位，我们的游戏可以继续了。这群人类看上去似乎很美味呀。游戏好啊，我也想玩游戏。时间不多了哟，你们只剩10分钟了。大家别怕，只要我们团结一心，谁都不要动手，游戏就赢了。对，所有人都沉住气，不要轻举妄动，千万不要对自己人下手，让这些天魔阴谋得逞。哟，还挺团结的嘛！看来是我低估你们了。既然如此，不如加大一点赌注吧。天魔，你又想搞什么鬼？我们一族已经占领了这颗星球，人类很快就会被消灭。就算你们赢了这场游戏，他也活不了多久。你们当中有谁杀死了最多的同伴？我可以考虑将他收为奴隶，替我们豢养人类。什么？诸位，千万不要听信天魔的鬼话。
我们的科技力量还没有完全被摧毁，仍然有一战之力。为什么？你老陈，到现在为止，你还不明白吗？人类已经没有了退路。混蛋！你这个叛徒，天魔根本信不过。对不住了，老陈。为了保存人类文明最后的火种，我只能这么做了。我打死你！尊敬的天魔大人，小人愿意成为您忠实的奴仆。不错，心狠手辣，倒有几分我们魔族的气魄。能得到天魔大人的认可，是小人无上的荣幸。可是我什么时候说过我会遵守诺言？居然没发现这个家伙！哎呀，这群人真笨呐！域外天魔肯定信不过呀。与其自相残杀，为什么不早点给天魔当狗呢？真是的，白白让这么多人送。是啊，现在都世界末日了，给天魔当狗才是唯一出路啊！我看我们的军队还是不要抵抗了，连太空联合舰队都没了，挣扎又有什么意义呢？还不如早点投降。嘿，你们说的是人话吗？我们人类创造了几千年灿烂的文明，怎么可以给别的种族当奴隶？不宁死不从！上班时间吵什么吵？活都干完了吗？经理，马上都要世界末日了，还想着工作呢？等我给天魔当狗，以后说不定我也能当上老板。经理，你快跟老板商量一下吧，早点给天魔当狗，说不定还能保住咱们公司呢。就是一群毫无人性的畜生，根本没有一丝信任可言。再说了，就算想当狗，轮不到你们，都给我闭嘴！天魔还没打进来，你急什么急？只要天魔一天没打进来，公司一天假都不会放，所有人给我继续上班。楚风，既然你不再庇护人类，那我们之间便没有必要生死相向了。至于往日仇怨，一笔勾销吧。哦，连杀父之仇也不报了？魔族不讲血缘，族群利益高于一切。果然是一群冷血的家伙。楚风，你我之间虽不再为敌，不过魔族既然入主蓝星，这盘古山上的盘古血矿石却不能被你一人霸占。就凭你们几个蝼蚁，也敢觊觎盘古血矿石？楚风，你太嚣张了！为了顾全天魔一族的大局，我要跟你单挑！哎呀！算了，你打不赢他的。一群废物！2000年前，我斩你们父辈，诛杀土鸡瓦狗。我赶时间睡午觉，要上你们一起上。楚风，既然如此，盘古山就送给你了。从今以后，我们天魔一族和你井水不犯河水。等等，我有说过要让你们走了吗？楚风，你这句话什么意思？我说过，你们可以随便杀人，我不会阻拦。不过，你们不该弄脏了我的道观。我可是有洁癖的人呢。还想跑？还想监视我？一头域外天魔，
就能轻易消灭整支太空联合舰队。楚风这家伙居然一口气干掉了5头天魔，我们过于低估了楚风的实力，以至于酿成无可挽回的损失。这是联邦政府迄今为止犯下的最大错误。王老，别这么悲观，我们还有机会。从目前的形势判断，楚风应该不会再站在人类这一方了。王老，为了人类文明的延续，我们是时候考虑一下龟田先生的建议了。难道你也想背叛人类，甘愿做天魔的奴隶？为了生存，这些都是必要的牺牲。这群天魔根本没有道义可言，即便给他们当牛做马，最后也不会有什么好下场。人类文明要想延续，谁都靠不住，只能靠自己。神仙打架，凡人遭殃。我们人类夹在楚风和天魔之间，想要继续生存下去，必须小心翼翼。不过，眼下的当务之急应该是赶紧召回自然选择号啊！战舰已经驶入阿尔法8人马星系，距离目标补给行星还有4.1光年，预计在127年内抵达。舰长，是否确认航向？确认航向。127年才能完成一次补给。找到真正的新家园，又要花费多少年呢？但愿我们的子孙后代可以生活在绿洲之中。舰长，蓝星方向传来了一个高频段信号，是否接受？这是最后一次接收蓝星信号，就当是我们的离别宣言吧。万有引力号恐怕也收到了类似的信号，听听看，他们想说什么。自然选择号全体成员，我代表人类联邦政府最高意志向你们宣布，人类危机已经得到有效解决，蓝星重新恢复了和平安定的秩序，请你们尽快返航，回到母亲的怀抱。那头独眼巨人就是消灭联合舰队的罪魁祸首，可是他居然被楚风一剑就杀了。难道说域外天魔被楚风消灭了，世界恢复和平了？舰长，我们可以返航了。不，这很有可能是一个骗局。自然选择号的叛逃，对于蓝星人类文明而言，是一个不可饶恕的罪行。所以，即便我们返航回到母星，也会面临法庭的审判。舰长说的有道理，就算我们回去，也不会成为英雄，说不定锒铛入狱，遗臭万年呢。我们的子孙后代也会背上叛徒的骂名。经过高层内部多次讨论，我们认为自然选择号的叛逃是在特殊历史时期的特殊产物，是基于延续人类血脉的天然选择。因此，我们将对全体舰队成员进行无条件赦免，你们将不再是罪犯，而是荣归故里的英雄。爸爸，你什么时候回来呀？儿啊，在外面一定很累吧？什么时候回家呀？我们认为自然选择号的行为不应该被视为一种叛逃，相反的，这是人类史上一次无与伦比的伟大转折。舰长，我要求返航，我要回家，我的孩子需要父亲。我爸妈年纪大了，需要我回去照顾他们。返航，一定要返航！舰长，回到蓝星以后，我们就是英雄了。不，这是一个骗局，我们绝对不能返航。第一，如果我们返航以后可以得到赦免，为什么从头到尾都没有听到万有引力号的消息？也许他们落地以后已经被秘密逮捕了。不过，我更相信他们早就识破了，这是一个惊天阴谋。第二，关于楚风的那一段视频，先不谈是不是伪造的，至少有一点就十分可疑，楚风凭什么要帮我们？是说的有道理啊，说的对啊。过去200年，我们对于楚风这位曾经保护蓝星的神明，态度非常微妙。我们尊重他，敬畏他，可是从来没有想过靠近他。想想看，这是为什么？是傲慢。随着科技的发展，人类已经拥有了征服大自然的力量。尤其是在太空联合舰队成立以后，这种傲慢让我们充分相信，
人类不必再借助一位千年前古人的力量去对抗域外天魔。所以，我即便相信楚风有消灭域外天魔的力量，也不相信他会出手帮助人类。据我所知，域外天魔降临之前，联邦政府已经对他下达了驱逐令。不错，如果我们真的尊重楚风的话，联合舰队至少应该聘请他担任作战参谋，毕竟他曾经和域外天魔交手过。正是人类的傲慢，才导致了如今的一切。当然，我们或许可以相信楚风展现出了修仙者的大能，帮助人类渡过难关。可如果真是这样的话，为什么联邦高层含糊其辞，遮遮掩掩？所以，这是他们精心策划的一个骗局。这么做的目的究竟是为了什么？只有恒星级战舰才有大规模跨越太阳系的可能。自然选择号一旦返航，就会被某些人鸠占鹊巢，成为他们逃往蓝星的工具。丁县长果然好手段，一番话滴水不漏，让我们大家差点都信了。欧阳舰长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这是我最后搬到丁一山的机会了，必须牢牢抓住。丁舰长，我刚刚已经让技术人员分析过了，联邦高层发来的所有信息都是真实的，没有任何伪造的成分。欧阳舰长，我知道你平时对我的工作多有不满，可你不应该为了发泄个人私欲，就把这种情绪带到工作中来，这是不对的。联邦高层的野心昭然若揭，我们绝对不能相信。我看是为了实现你个人的野心吧。欧阳来帝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想干什么？难道你心里不清楚吗？我不过是为了大家的利益，当面拆穿你的小把戏而已。自然选择号叛逃蓝星后，你就是这艘战舰里的最高领导人，甚至可以说独裁者。可一旦返航，你就什么都不是。你担心高层剥夺你的权利和光环，让你失去现在的一切，所以你才苦心上演这场戏，骗取大家的信任。我提议，自然选择号应该立即返航，蓝星才是我们真正的家园。我们不该为了某些独裁者的野心，白白搭上自己的性命。不用回家，蓝星才是我们真正的家。欧阳舰长说的对，我们不能被某些人牵着鼻子走。不管真相如何，就算死，我也要死在蓝星。我支持返航。不要回家，回家。也许这样的结局是人类早已注定的，希望全都交给你们了。万有引力号与丁一山的行为严重违背了战舰全体成员的利益，我提议即刻撤销丁一山自然选择号战舰舰长的身份，战舰立即返航，回到我们的故乡蓝星。蓝星！人类文明都要灭亡了，居然还有心思建功，真是一群愚蠢自大的家伙。2000年的建设，到头来不过是一场笑话。我还是老老实实待在盘古山修炼，不问世事，图个清净算了。伟大的魔神，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类高层投靠我们，您将拥有数不尽的奴仆。人类这群蝼蚁对我们一族的修行毫无帮助。如果不是为了用来对付楚风，你们连成为奴隶的资格都没有。魔神大人所言甚是，我们人类能给您当狗，真是至高无上的荣耀啊！幸好楚风对人类还抱有一丝怜悯，否则他早就大开杀戒了。你们要好好利用这一点，趁早将他从盘古山赶出去。只有得到盘古血矿石，我们天魔一族才会更加壮大。魔神大人横渡宇宙而来，可谓无所不能，为什么不直接干掉楚风？蠢货！你以为我们不想吗？楚风的实力深不可测，只有长老级别的天魔
才有资格和他交手。高阶天魔以下的存在，在他面前就是送死。我明白了，所以我们必须好好利用舆论战，用人类的情感捆绑楚风，让他有力也使不出。你们人类虽然实力弱小，可论起不要脸，在全宇宙都是赫赫有名的。魔神大人过誉了。对了，楚风那家伙似乎软硬不吃，我们很难站在道德高地指责他。那就是你们的事儿了。总之，无论如何，一定要让楚风离开盘古山。嗨，我们一定不会让魔神大人失望的。对了，有一艘叫做万有引力号的战舰逃离了太阳系，难道我们眼睁睁地放它跑吗？蠢货，那是我们留给楚风的一个鱼饵，就看他会不会上钩了。联邦政府3月2日最新通电，叛逃蓝星的自然选择号战舰及2000名战舰成员，在联邦高层及社会各界人士的感召下，自觉罪孽深重，诚心悔过，即日起返航。我们有望借助自然选择号战舰，运送少量人类逃离太阳系，寻找宇宙中的新家园。太好了，我们可以逃离蓝星了！我要上船，我要登上战舰！懂不懂什么叫尊老爱幼啊？应该让我这个老人家登上战舰，你们这些年轻人抢什么抢？老逼的，都这个时候了，还想倚老卖老？你都活了一把年纪，还没活够是吧？机会应该让给我们这群年轻人，我们才是人类的希望，未来。就是啊，我们年轻人才是希望。你们全在放屁！我大孙子才是祖国的花朵，人类的未来，他才应该登上战舰。当然了，为了照顾我孙子，我也要上去。去你的！你孙子考试门门不及格，以后就是个废物！闭嘴吧，老东西！让我村里的自然选择号最多只能容纳2000人，如此宝贵的名额，会轮得到你们？是啊，这样的机会肯定都被那群高官和富人抢走了，哪能轮到我们这些底层？底层怎么了？王侯将相宁有种乎？难道我们这些人天生就该死吗？我恨了，为什么我生下来不是天龙人？我诅咒自然选择号返航时发生爆炸，我活不了，别人也去掩护。同志们，不要失落，不要绝望，我们仍然有生存下去的机会。小伙子，连我这样的老骨头也有机会活下来吗？当然，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活下来。这怎么可能？联合舰队都被域外天魔消灭，人类根本不可能战胜。你们难道忘记了还有一个人吗？楚风打败了天魔，他可以拯救我们。楚风是人类最后的救星。虽然联邦政府一而再再而三地伤害了他，但在天魔降临时，他并没有选择助纣为虐。这说明楚风没有抛弃人类，他对我们还有一丝怜悯之心。我们应该发自内心、真诚的、虔诚的去爱他。我们只有毫无保留的奉献一切爱意，才会感化神灵，拯救世界。可是联邦政府剥夺了楚风的一切荣誉，还要把他驱逐下山，他真的会原谅我们吗？所以，我们才要联合起来，一起反抗联邦高层，向神灵忏悔，赎清我们的罪孽。所以，请诸位务必加入我们崇仙会。我相信终有一天，神灵楚风将垂怜地上的人类，降下无上法力，消灭所有天魔。我要加入崇仙会！我要加入崇仙会！我小时候就是学习楚风楷模先进标兵，没有人比我更爱楚风。好，老人家，我同意你成为我们的一员。崇仙会一定能拯救世界。拯救世界！慈爱的神明啊，我们赞美您。因世上一切的苦难源自傲慢，
我们向您赎罪。主啊，求您垂怜世上一切生灵。出发！出发！经联邦高层一致决定，为了保证最大的公平，自然选择号的2000个逃生名额将全部由抽签决定。请所有参加抽签的公民于3月5日前抵达神像广场集合。重复一遍。领袖，您找我。联邦高层又在玩鬼把戏了，通知所有成员，绝不可贸然前往神像广场。所谓的公平抽签，不过是个引诱幸存者一网打尽的阴谋罢了。是。另外，派人通知一下重仙会吧。虽然我们理念不同，但彼此的目的都是为了拯救世界。所以为了保存有生力量，一定要提醒他们，千万不要落入联邦高层的圈套。高层已经成了天魔的走狗，根本信不过。至于楚风那个高高在上的仙人，更加信不过。人类唯一的出路就是依靠自己的力量。同志们，战舰即将着陆，我们都是英雄。面对热天洋溢的人民群众，我们千万不能露怯。荣耀、名声、权位，这些都是我的了。丁医生，咱俩斗了半辈子，没想到最后还是我赢了。我的同胞，我的人民，我欧阳来帝又回来了！混账，给我下来！混账，做死他！打死他！我打死他！坏人！去死吧！欧阳来帝，你因触犯人类罪，我现在代表联邦最高政府正式拘捕你。你有权保持沉默，但你所说的一切都将成为呈堂证供。叛徒！你们这群叛徒！是人类的叛徒，他们给我起来！叛徒、懦夫！纳税人花了这么多钱，是让你们当逃兵的吗？这群不要脸的东西，你们个个都该枪毙！怕死的人就别参加联合舰队，就是因为你们这样的败类太多了，所以我们才会输给天魔。丁山啊，丁医生，这次又被你说中了。人类真是一群邪恶的生物。自然选择号呼叫万有引力口，自然选择号呼叫万有引力口。不要反抗，这里不是家！不要反抗，这里不是家！自然选择号中了敌人的诡计，全军覆没。果然不出舰长所料，联邦高层的诱捕计划成功了。我宣布，从今日开始，蓝星人类文明正式消亡，取而代之的是星际人类文明。所有同志请注意，此时此刻，你们将不再是旧时代的叛逃者，而是一个全新文明的缔造者。域外天使是神圣的、光明的，他们降临蓝星是给人们带来幸福和温暖的。我们要像对待父亲一样，献出我们的仁爱。他们横跨亿万星河来到世间，是惩恶扬善、救赎一切苦难的。我们要严厉抵制重仙会、自由互助会、逃难之家等非法组织，他们是旧时代的余孽。任何一位有良知的蓝星公民，都应该回归幸福和睦的新社会。域外天魔降临第3年，预想中的人类灭亡并没有发生，世界各地仍有大量幸存者，
他们在这个时代艰难求生，唯一不同的是，他们已不是这个星球的主人了。天魔一族借着我的实力，不敢踏足盘古山，但他们从未放弃从世界的其他遗迹中寻找盘古虚矿石。我知道，总有一天他们会卷土重来。是。短短3年，人类内部分裂成了各个派系，其中以联邦高层为首的投降派，彻底沦为域外天魔的走狗，就连天魔这个称呼都变了，成了他们口中救苦救难的天使。一派是人类自由互助会组织，他们对联邦高层的无耻行径感到厌恶，同时也对我在这场灾难中的袖手旁观愤怒无比，所以他们将希望寄托在了人类自己身上。自由互助会的原身是一个隐秘的科学组织，他们内部的科学家通过对天魔残骸的研究，发现极少数的人类可以吸收天魔一族的力量，蜕变为半人半魔的存在，他们称之为怪人。另一派是重仙会，据说里面的成员都是我的信众。这群人从古代道家遗留的典籍中发现了一些修仙功法，并将其与科技力量结合，形成了一个全新的现代修炼体系。晚辈携重仙会众弟子叩见神灵大人。叩见神灵大人！我不过是个平平无奇的修炼者而已，担不起神灵这么大的名头。不愧是神灵大人，明明强得过分，却还是这么谦虚。收起这套虚伪的赞美，说吧，你们上山来有什么目的？主峰，我们自由互助会目前遇到了一些难题，希望你可以出面协助我们。当然，不会少了你的好处。等我们光复蓝星，驱逐天魔之后，7大洲任你挑选其一。主峰，这份交易如何？死章鱼，竟敢直呼神灵大人名讳，你也有取死之道。7大洲任选其一，画了好大一个饼啊！果然，你们这群人的傲慢真是一点都没变呢。楚风，你想要什么好处？直说便是，别整这么多弯弯绕绕。就凭你们这群蝼蚁，连一头终极天魔都打不过，还谈什么光复蓝星？神灵大人说的太对了，这群丑八怪人才瘾大，还想着癞蛤蟆吃天鹅肉。你们也好不到哪里去，修炼3年，连一个筑基期都没有，废物！神灵大人不要小瞧人，我们重仙会很快就能培养出筑基，哦不，金丹修士。蓝星没那么多资源堆出一个金丹修士，你们还是死了这条心吧。重仙会的蠢货们，听到了吗？连你们敬爱的神灵大人也不看好你们。事实证明，我们自由互助会的宗旨才是正确的。人类只有以魔制魔，才能赢下最后的胜利。楚风，实不相瞒，我们虽然培养了大量怪人，但从实验素材那里获得的血脉之力已经达到了上限。我们需要你出手，猎杀一头更高品阶的天魔。啊！死章鱼，你们自由互助会的人真不要脸，居然把算盘打到了神灵大人的头上。楚风，斩杀一头高阶天魔对你来说易如反掌。再说了，你虽然是修仙之人，可曾经也是人类的一员，难道你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人类就此灭亡吗？你算什么东西，也敢道德绑架我？族长，你跟他废什么话呢？姓楚的，吃我一拳！不要！好死！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。楚风，咱们走着瞧。你们怎么还不走？神灵大人，我等苦练3年，好不容易学会了御剑术，这才刚上盘古山见到您老一面，哪能这么快就走啊？你们也想来我这儿打秋风？瞧神灵大人说的，我们可是您虔诚的信徒啊！这种缺德事，我们绝对不敢。
神灵大人，我们都是发自内心的爱您啊！今日上山只为一睹神灵真颜。神灵啊，低头亲吻我的左手，换取被宽恕的承诺。神灵大人，我们都是受过专业训练的，一般情况下是不会做这种事的。这么说，你们都是为了朝圣而来？对，纯粉丝行为，绝不上升到任何团体。不过嘛，神灵大人要是能赐下几本金丹元婴的功法，那自然是再好不过了。你还真敢要啊！神灵大人放心，以我们的资质，习得仙法后，必定让宠仙会日益壮大，到时候信众遍布全球，您就可以享受无穷无尽的香火啦。我修仙至今从未享用过一丝香火，我对香火一点都不感兴趣。你们从哪儿来回哪儿去吧。神灵大人，您不能这样，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，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。再不滚下山，休怪我动手了。只要神灵大人一日在蓝星，我等一日不离盘古山，宁死不悔。既然如此，你们的算盘恐怕要落空了。神灵大人此言何意？蓝星已被人类和天魔搅得乌烟瘴气，不宜久留。我很快就要离开这里了。神灵大人，您这是要飞升了吗？飞你个头！我不过是想换个修行之地罢了。神灵大人，您飞升了，千万要记得带上我们啊！老话说得好啊，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啊！赴汤蹈火啊，神灵大人！能给神灵大人当鸡做狗，真是莫大的荣幸啊！抱歉，我似乎并没有带上你们的义务。神灵大人，你真的不要我们了吗？别再自作多情了，我都和崇仙会没有半毛钱关系，奉我为神灵不过是你们一厢情愿罢了。就像200年前你们对我的那样。我等谨遵神灵法旨。法旨。且慢。神灵大人，您改变主意了是吗？我只是让你给山下的人带句话，盘古山很快就要消失了，让他们从哪儿来回哪儿去，不要白白损了性命。最新消息，楚风即将离开蓝星，诸位该醒醒了。天使们哪会这么容易放他走？不，只要楚风把盘古血矿石留下，天使大人还是很乐意送走这尊瘟神的。盘古血矿石可是楚风的命根子，他会舍得留下，所以决战的时刻来了。天使大人们为了这一天，足足准备了3年。诸位，新的时代即将降临，你们都做好准备了吗？这些家伙还真是沉得住气啊，足足让我等了3年。不好，域外天魔打上盘古山了，大家快跑啊！快跑啊！除了盘古山，我们还能逃到哪里去呢？唉，这都是命啊！别怕，我们是自由互助会成员，绝对不会伤害大家。没错，我听说自由互助会的全是半人半兽的怪物。大家别怕，我们会赶在天魔来临之前，把老人孩子送上山。其余人暂时先等一下。送上山有什么用？天魔来了，我们照样一个都跑不了。我们会把老人和孩子送进楚风的道观，这样可以间接得到他的庇护。天魔全是冲着楚风来的，道观反倒最危险。不，根据我们的调查，楚风远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弱。只要他能争取足够的时间，哪怕最后输了，我们自由互助会同样可以挽救全人类。不要和天魔正面交锋，楚风会替我们牵制住对方。我们的首要任务是保护孩子和老人。一旦双方开战，
迅速把他们转移到道观。林秀，第一批群众已经成功抵达山顶，只是楚风真的会接纳我们吗？放心，他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。再说了，等他和天魔交手，自顾不暇，哪有心思管我们？万一楚风输了怎么办？楚风没那么容易输，不过最好的情况是两败俱伤。这个星球既不需要外星来的妖魔，更不需要虚无缥缈的仙人。我来盘古山3年了，今天终于想通，楚风是不会帮我们的。我们想要活下去，只能靠自己。我自愿加入互助会。对，我也要加入，哪怕成为怪人，也在所不惜。自由互助会万岁！万岁！帮助群众这种好事，怎么能少了我们重仙会呢？都到了这个时候，你们重仙会还想着吸纳信众，也太不要脸了吧！彼此，你们也没好到哪里去吧？哼！慈爱的主啊，祈求您垂怜世上一切生灵，因所有的苦难源于傲慢，我们向您赎罪。楚风，我们听说你要离开蓝星，今日特来送送你。既然是送我，何必摆出这么大的阵势？废话少说，楚风，你要离开，我们不会阻拦。不过你得把盘古血矿留下。区区一个高阶天魔，也敢在本座面前叫嚣，让你们长老来！楚风，既然如此，你我各让一步，这盘古血矿3/7分成如何？怎么才7成？2把分成如何？这已经是我们的极限了，还想1/9？楚风，你不要欺人太甚！不，你误会了。我的意思是，我全都要。这么说来，你是铁了心要和我们作对？那倒不至于，我只是不想看到这么好的东西白白浪费在一群废物手里。楚风，何必自欺欺人呢？你镇守蓝星2000多年，从未用过1颗盘古血矿石，如今要离开这里，反倒舍不得了。楚风，你不就是想独占盘古血矿，何必找借口？难怪人类说你伪善自私，看来他们一点都没说错。这盘古血矿石，我原本打算在晋升化神境界后，用来帮助全人类开启修仙之路的。只可惜他们自己错失了这个机会。楚风，又在惺惺作态了吗？人类这群蝼蚁值得你这么做吗？以前倒是值得，只可惜人心不古，世风日下。楚风，废话少说，这盘古血矿石你到底给还是不给？我们只要1成，难道还不够良心吗？当然不够，因为你们不配。既然如此，那就动手吧，小的们，上！铲除楚风，夺取盘古血矿。好啊，来呀！一群废物，怕什么呢？他区一个元婴，镇守蓝星2000年，寿元将尽，油尽灯枯。长老说的对呀，楚风已经不行了，大家一起上，他未必能在法力耗尽前杀光我们。
看来他们已经打起来了。传我命令，迅速掩护群众进入道观。是。大长老，域外天魔已经开始围攻神灵大人，我们应该赶过去支援。不，神灵大人是无敌的，这些域外邪魔奈何不了他。我们现在要做的是抓紧时机，吸收更多信徒，绝不能让自由互助会抢占先机。2000年过去，楚风，你的修为又精进了不少。如今恐怕一只脚踏入了化神期吧？怎么，你怕了？我族纵横宇宙万年，岂会怕你一介人类修士？小小楚风，在我族长老面前，也敢淫言狂吠！暂且休战，待我召集6大长老，再来绞杀楚风。想跑，晚了。我们若说自己无罪，便是自欺，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。愿全能的神灵垂怜我们，赦免我们的罪，引领我们达到永生。诸葛浩，你们的神灵马上就要战死了，你居然还有心情在这里吸收信徒？神灵大人不会死，只会去往遥远的天国。存人失地，人地皆存；存地失人，人地皆失。这个道理，你们自由互助会不会不知道吧？想开战是吧？不怕死的向前一步！死章鱼，本姑娘今日便斩了你做章鱼丸子！哼！争什么争？你们今天全都要死在这里！野帮内部居然也掌握了怪人化的方法！你们几个臭鱼烂虾都能做到，我们为什么不能？更何况你们研究用的那几头护子，都是天使一族中最低贱的存在。域外天魔当走狗，居然还有优越感！你们岛国人还真是厚颜无耻啊！把他的脑袋给我摘下来！感动领袖者死！怎么回事？大家别慌，这不是我们同县会的人。他长老死了！你们这群魔鬼，迟早会受到神灵的惩罚！一群蠢货！你们的神灵已经自身难保了，杀光这些旧时代的余孽，一个不留！大家不要怕，我们是为了正义而战，哪怕死了，也会前往天堂。天使大人的头颅，这是神迹啊！无所不能的神灵大人终于出手了！神灵大人万岁！8个，所有人跟我上山，配合天使一族杀了楚风那个混蛋！你们还真是舍得下血本啊！为了消耗我的法力，
让这些低阶天魔白白送死。为了我族大计，做出一些小小的牺牲，又有何妨？楚风，我最后再问你一句，只要留下盘古血矿石，我们便放你飞升而去。我说了很多次，我不是飞升，只不过是想离开这个鬼地方。楚风，我不管你是飞升还是搬家，盘古血矿石必须留下。好吧，我现在改变主意了，91分成怎么样？几位长老，你们还在躲什么呢？楚风法力消耗殆尽，已是穷弩之末，我们6人合力必能杀了他。那这事儿就是没得谈喽。楚风，整个宇宙里，你是我见过最愚蠢的修仙者。为了人类这一群蝼蚁般的存在，你苦苦坚守了2000年，到头来落得孤家寡人一个。怎么，你的道心破碎了吗？楚某一生行事，何须向他人解释？你跟他废什么话呢？联手杀了他，吸干他的血气，瓜分这些盘古血矿后，把更多族人接引到这一片星系。不好！这家伙想要炼化整座盘古山！这家伙恐怕是个邪修，居然连我们的力量也想吸收。这座古镇恐怕2000年前就被布置在此处。好一个歹毒的楚风！速速离开此地，否则为此子做了嫁衣。既来之则安之，几位还是留在这里陪我吧。此子居然突破了化神期，我的不是对手，快逃！一切都结束了吗？哟西，所有难缠的家伙全部死！哈哈哈哈哈！从今以后，这个星球由我们龟田家族说了算。那是。天魔被消灭了，修仙者死了，虫仙会、自由互助会、联邦高层也死得差不多了。没想到我们逃难之家才是最后的胜者。看来当初骗回自然选择号真是一个再正确不过的选择呀。孩子，加入我们吧！新一代蓝星文明将由我们逃难之家建立。旧时代的余孽，不知死活的东西。不用管他，先派人收集长老级天魔的残骸。有了这些东西，我们以后一定能培养出最强大的怪人。另外，如果能找到楚风的遗体就更好了，从他的身上或许能发现更多的秘密。这东西好面熟啊，似乎在教科书上看到过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这是100年前无恶不作的邪修楚风。我呸！伟大的人类文明是战无不胜的，不论他的敌人是来自外部还是内部，
最终只会成为历史书上一个不起眼的片段，就像100年前发生的那样。而一切的一切，都要从那一艘名为“自然选择号”恒星级战舰开始说起。它才是神话预言中拯救人类的诺亚方舟。诶，我居然闭关了这么久啊！只怪当年那群天魔太弱了，导致盘古血矿石中残余的力量太多，我根本吸收不完。方圆万里之内，别说人了，居然连一个活物都见不到，什么情况？这个星球已经不再适合任何生命居住，你们能活到现在，也不知付出了多大的代价，居然连语言都退化了。也罢，是时候离开这个地方。真是太好了。是啊。这是一颗生命宜居的星球。天哪，我们终于找到了第2颗母星。我们终于不用在宇宙中流浪了。我没做梦吧？这一定是上帝赐给我们的新家园。我还以为第1母星只是教科书里杜撰的故事，看来我错了。快禀报舰长，我们要降落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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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00多年的流浪史告诉我们，宇宙远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和平。这颗星球虽然和我们的母星很像，但并不意味着它适合定居。传我命令，先派出10颗小型探测器，我们必须探清虚实。我操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好像是一把古代兵器，我在教科书上看到过。这是200年前5星修仙者楚风的佩剑。快，舰队，快掉头，千万不能惹怒了修仙者。我都搬了这么远的家，居然还能在宇宙中遇到人类，这运气也太差了吧！为师今日心情不好，故而提早1个时辰下课。你们玩去吧。不错不错，还是你们管，居然学会了酿造红二酒。启禀仙人，我们不但学会了酿酒，还学会了别的东西。啊？你们都学会了什么？我们发现呢，只要把石头磨得锋利发亮，不但可以用它赶走林子里的野兽，还可以砍伐死去的枯树。啊！我们还发现，在石头上刻下特定的图案，把我们学会的东西告诉子孙，哪怕过了100年，石头上的图案也不会消失。石头真是世上最好的东西。如果族中发生了大事，我们就在城上打一个结，警示后人。谁让你们进化的？谁让你们开智的？不准辨人！不准辨人！不准辨人！听明白了你们！可是仙人，这些都是我们模仿您学来的。好家伙，难道我在无形中创造了一批新猴子？既然如此，这一次不会重蹈覆辙了。